俄乌局势也在本次相会上引发各方讨论。中国客观公正的主张得到国际社会响应。不过，美欧等国则继续利用国际多边场合拱火，不仅试图拉拢亚洲国家支持乌克兰，还公开表示继续给予乌克兰军事支持，给俄乌冲突的解决制造障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4号在主旨演讲中再次重申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的原则和立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公正客观，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派出中国政府亚欧事务特别代表赴有关国家进行沟通交流，不断寻求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3号，香格里拉对话会举行了一场名为“欧洲大西洋和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管理”的分论坛。中国资深外交官、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以及印尼国防研究院院长安迪维贾延托同场出席。对于俄乌冲突的发生和持续，崔天凯直言，这是由于欧洲在自身安全方面出现了管理不善。他认为，过去亚洲常常学习欧洲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经验，而如今欧洲应当向亚洲学习如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崔天凯指出，亚洲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十年保持和平稳定，是因为各国懂得协商、沟通和经济合作，承认和尊重多样性，并遵循各自的政策形式，别国无权干涉。他同时提醒美西方，亚洲会继续用这种方法管理安全及所有问题。北约想把版图扩张到亚洲是不可容忍的。And we should also learn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something, from your lack of success. I don't want to use the word failure, but lack of success. 对于崔天凯的发言，一同与会的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则表示不认同。他说，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并没有管理不善，而是因为俄罗斯无视了欧洲大陆的安全管理措施。而就坐在崔天凯旁边的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则明确表示，基辅方面在没有取得俄乌冲突的胜利之前，不会进行任何谈判。他表示，我们现在不需要调解人，我们的国家仍在进行战争。在当天早些时候的相会活动中，印尼防长普拉博沃谈及欧洲与亚洲的安全形势相互影响。他表示，俄乌冲突不仅推高能源和粮食价格，也造成巨大的人命伤亡。他提出一项缓解俄乌双方冲突的计划。First, a ceasefire in place. That is, a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in place at the present positions of both conflicting parties. 2, withdrawal 15 kilometers each from their forward positions to a new demilitarized zone. 3, the United Nations Monitoring and Observer Force to be immediately formed and to be immediately deployed along this new demilitarized zone. 5, the United Nations should organize, carry out, and execute a referendum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to ascertain objectively the wish of the major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various disputed areas.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美西方国家持续拱火递刀的行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相会演讲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印尼的和平计划。他提到，乌克兰需要公正的和平，而非投降的和平。如果停止军援乌克兰，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但西方不会这么做。俄卫星通讯社称，这是博雷利在谈乌克兰危机结束的可能条件，其中包括西方停止向其提供武器。但相比于结束冲突这一事实，博雷利似乎更看重冲突结束的结果。Then we cannot stop supporting military Ukraine, because we don't want the peace, which is the peace of the cemeteries, the peace of the surrender, the peace of the stronger.
博雷利的此番表态被认为是随美起舞。在他发表演讲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芬兰时就声称，美国仍将继续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在美西方的有意引导下，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也说，印尼的建议是俄罗斯的计划，而不是印尼的计划。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林胜利。林先生你好。美日韩近期密集举行反潜、反导、搜救、海上拦截等联合军事演习，还不断推进情报共享机制。那您认为美国的搅局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可以看到，去年下半年以来呢，朝鲜半岛的形势可以说是风险急剧增加。我们感觉到这方面的原因是，一方面是这个朝韩的这种沟通机制出现了这样一个争端的一个情况，另一个是美国不断的去撮合这个日韩合作，进而加强这个美日韩，导致东北亚地区安全的这个阵营化是更加的明显。那么第三一个是以往大国协调来推动半岛问题的这个缓和降温的这种沟通机制，现在几乎是没有这种正常的运转，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朝鲜半岛局势乃至东北亚局势是这种风险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局面失控的可能性是在不断的增大。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相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但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冲突中持续拱火递刀，这反映出中国与美国之间怎样的安全观差异呢？中美的安全观是截然不同的。中方是一种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对于这种军事热点问题呢，我们一般是强调通过政治的方式和平的解决，而美方呢，更多是一个零和的安全观，是一个联盟的安全观，更多强调的是这种分化和对抗。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呢，中美双方给出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并不相同。美欧国家并不希望当下去解决这个乌克兰危机，所以他们是在不断的梗合，是在不断的跟乌克兰进行这样一个军事援助，就是希望把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把俄罗斯拖垮。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相会上谈及俄乌危机时指出，欧洲在自身安全上管理不善。那么，您认为中国的新安全倡议对于欧洲对于俄乌冲突的解决有什么借鉴意义？曾经美俄人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说欧洲的过去是亚洲的未来。实际上就是说，欧洲以前是不断的爆发冲突和战争，那么今后呢，亚洲也会走向这一个情况。而回顾冷战结束以来30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呢，欧洲依然是欧洲，亚洲还是亚洲，亚洲保持了一个和平和发展的一个态势，而欧洲又再一次陷入了这样一个冲突和对抗当中，这就反映了在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大国采取不同的这种安全观念和安全合作手段，对于地区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我们也要看到中美双方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安全观念、安全战略和安全手段，对于亚洲地区安全和欧洲地区安全的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效果。对于欧洲而言呢，那么地缘政治的这个危机是存在的，但是如何去解决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还是需要各方的这样一个合作和对话，而不是这种分化和对抗的方式。从这方面来说呢，欧洲应该向亚洲学习。我们主张，即便是有很多矛盾冲突，都需要以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我们要意识到军事力量的这种有效性，我们要更多的谈到这种共同的安全、合作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对于整个地区是一个最大的共同利益。好，谢谢林胜利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去年3月，在中方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达成和解协议，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7年的敌对关系，成为摆脱美国等西方势力干涉，走向地区国家自主合作、自主决定地区安全的经典案例。近日，伊朗和沙特外长在南非的金砖外长会上再次相见。伊朗外交部也发布最新消息，指该国驻沙特使领馆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重新开放。随着中东这对宿敌的握手言和，中东各国的和解潮也走上了快车道。
3号，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两国外长在南非举行了会晤，讨论全面恢复关系、扩大两国之间的地区和经济合作的计划。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对双边关系取得的良好进展表示满意。在此前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加强两国商业和经济关系的必要性。他还表示，沙特外交大臣即将对德黑兰进行访问，这为双方进一步讨论和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促进各个领域的双边关系发展。伊朗迈赫尔通讯社也报道称，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下周访问德黑兰。访问期间，费萨尔将与伊朗总统及其他官员会面，讨论两国关系发展问题。此次沙伊两国利用参加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金砖国家外长会以及金砖之友会议的间隙，举行了双边会谈。从现场的画面来看，双方的外交官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气氛十分融洽。而在3个月前，这两个国家甚至还处于敌对关系。今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与伊朗达成和解协议，结束了两国之间持续了7年的敌对关系。4月6号，沙伊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并在中方见证下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4月17号，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莱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已互相邀请对方访问各自国家。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即将对德黑兰的访问，也被视为为两国元首未来的见面铺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经济与能源室主任唐田波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为中东地区提供了新视角、新机制、新重点，为解决中东困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充分的去尊重这些国家的主体性，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沙特和伊朗外长的这一次最新的一次见面是在南非的这个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机制上见面的。而我们知道，金砖国家机制这是中国发起并且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新兴国家的机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机制，而且这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机制，所以沙特和伊朗的外长在可以利用这个机制，然后去进行这样一种新的和解。第3个新的，我觉得是新重点，就是这个重点呢，就是以发展为重点。当这种重点从安全向发展角度转移的时候，这些地区国家当然更有可能实现这个和解。在沙伊进一步和解的背景下，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将领日前宣布，将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及印度、巴基斯坦组建新的海军联盟。伊朗媒体分析，这名伊朗军官的言论肯定会引起驻扎于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的怀疑，因为这意味着不仅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急剧升温，足以形成军事联盟，而且长期敌对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将在公海上进行密切合作。就在一方释放此消息后不久，美国第5舰队和联合海上力量的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伊朗是导致地区动荡的头号因素。他声称，想要组建一个海军安全联盟来保护他所威胁的海域，这是违背情理的。在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维护中东海湾地区和平稳定攸关地区国家和人民福祉，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保障能源稳定供应至关重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团结自强，将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地区国家的好朋友，中方将继续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不过，分析认为，伊朗政府虽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因为中东各国海上力量发展并不均衡，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变数，海军联盟的具体落地仍然有一定难度。但区域内出现了这种声音，已经体现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不合常理？因为在美国设想的任何地区安全构架中都是没有伊朗的位置的。美国对地区安全架构的设想就是美国纠集他的盟友，然后一起去对付伊朗，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一个地区安全构架。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排斥性的。以前如果
按道理，美国就会觉得海湾安全就是由我来维护，然后这个就没有什么疑义了。但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对海湾安全的这个掌控明显是在下降的，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声音，说要不要去建立一个替代性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表态也是折射出了它的尴尬。而更令美国头疼的是，阿联酋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评估了与合作伙伴们的安全与合作关系后，阿联酋已经在2个月前退出了由美国领导的维护中东航运安全的海上联合部队联合海上力量。此前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于4月27号和5月3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扣押2艘油轮后，阿联酋官员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要求美国采取有力措施威慑伊朗。报道指，阿联酋之所以退出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力量，是因为其对美国未能有力威慑伊朗而感到沮丧。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上述报道的降温。阿联酋外交部还指出，该报道是对阿联酋和美国之间安全对话的错误描述，但无论如何，阿联酋退出联合海上力量已是既定事实。不过，美国方面对此的回应却让人困惑。美国第5舰队首先是否认了阿联酋的说法，称该国仍然是多国联盟中的伙伴。联合海上力量官方网站也继续将阿联酋列为成员国。虽然阿联酋外交部并未透露退出的原因，但外界仍然认为阿联酋的举动表明了对美国不愿积极保护其合作伙伴，也无力在海湾地区重建力量的失望。半岛电视台则称，阿联酋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一个关键时刻，改变了国际海上安全合作的态势。美国领导的这个机制，它肯定是有明显的缺陷的。这个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美国所主导的一种地区安全机制，一般都是要求盟友，然后出人、出钱，然后出舰艇，但是这个机制的使命或者是说它主要的运行要基本上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优先。盟友关系其实已经时间很长，然后之前合作也非常紧密的一对盟友关系，但我们现在从这件事情能够看出来，就是美国和阿联酋这个盟友关系肯定是有一定的裂痕了。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说美国它还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也有一定的调整能力，它还是说不愿意放弃对海湾地区的这种主导和控制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官员也加大了对该地区的重视程度。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布林肯将于6月6号至6月8号出访沙特阿拉伯，并将在7号出席美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中东安全和一体化部长级会议。8号，布林肯将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会议。路透社称，这是继5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沙特进行访问后，1个月内美国对沙特进行的第2次高级别访问。报道称，这显示出美国正寻求修复与沙特之间的关系。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宣布海湾地区将组建一个新的海军联盟一事，您怎么看？假如这次消息属实，那的确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但是这么重大的消息，居然只是由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本人单方面的宣布，连伊朗政府都没有出面。同时被伊拉尼点名到的那些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卡塔尔、伊拉克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没有出面证实。假如真有这么一回事，那应该由这些国家来共同宣布才对。除此之外，这件事情的疑点还包括：一是长时间军事对峙的伊朗与沙特，虽然最近复交了，但是还是没有复兴到可以共同建立海军联盟的地步，更别说军事结盟了。二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也是一对有着根深蒂固的教派冲突与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当前也不可能走到建立海军联盟的地步。三是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复兴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既然如此，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为什么要单方面做出这个宣布呢？我个人认为这一做法更多的只是为了埋汰美国，是在跟美国打舆论宣传战。因为几天前阿联酋突然宣布退出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由34个国家组成的中东海上安全联盟。这一被号称为全球最大的海上安全联盟的组织，
名义上是为了打击海盗和反恐，实际上这是为了对付伊朗。伊朗方面或许认为阿联酋的这个动作让他们看到了在本地区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海上安全联盟的机会，其目的是为了排挤美国。也就是说，既然你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海上安全联盟来对付伊朗，那我伊朗也要建立一个类似的联盟来排挤美国。当然了，理想虽然很丰满，但是现实仍然很骨感。伊朗抢先宣布这一计划，要真正落实到行动上，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那未来海湾地区相关国家是不是存在着在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进行安全层面合作的可能性呢？我认为从中长远来说，不仅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且这种趋势已经是越来越明显。阿联酋宣布退出由美国主导的中东海上安全联盟，以及伊朗海军说要建立一个新的海上安全联盟，都是本地区安全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的表现。除此之外，在伊朗与沙特恢复外交关系之后，中东地区还掀起了一股国与国之间关系解冻与破冰潮。巴林外交部宣布全面恢复与黎巴嫩的外交关系，同时不久前召开的阿盟峰会还重新将叙利亚吸收为了成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我认为根源就在于大国对于中东地区局势的干预愿望和干预能力正在弱化。我们知道，过去这些年来，中东地区的局势主要有2个大强权在主导，一个是美国，另外一个就是过去的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由于美国已经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印太地区，以及对中东的石油资源不再依赖，再加上最近正在全力应对迫在眉睫的俄乌危机等3大因素，美国对中东局势的干预兴趣正在急剧下降。同时，由于自身深陷俄乌冲突，自顾不暇，原先大力支持伊朗与叙利亚的俄罗斯，干预中东局势的能力也在减弱。这样一种状况，就使得中东地区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同时也使得相当多的国家出现了安全上的危机意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出路就在于自救，最好的自救出路就在于相互之间冰释前嫌，实现和解，并在和解的基础上走向全方位的合作。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暂停美国联邦债务上限法案，避免了美国政府灾难性的债务违约。前一晚，拜登首次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声称国会的2党合作帮助美国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和崩溃。观察认为，尽管该法案生效，意味着历时近半年的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危机暂告解除，然而真正的危机却远未结束。这是自2战结束以来，美国第103次调整债务上限。这项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规定，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1月1号，并对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联邦政府开支作出限制。该法案还规定了收回部分未支配的预算拨款，对某些联邦福利项目实施更严格限制等内容。拜登3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他独自签署的现场短视频，以向民众宣告法案生效，并在推文中指出，这项法案使美国政府免于出现史上第一次债务违约，同时也减少政府赤字，保障社会安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贴，并履行对退伍军人的义务。这明显与历届总统庆祝2党达成重大协议的做法不同。拜登没有举办大规模的公开签署活动，而是在总统办公室内一个人悄悄地签署。还有美媒记者透露，他们是透过邮件接收的声明得到这一消息。Yeah, after weeks of public negotiations with folks from the White House heading over to Capitol Hill and folks from Capitol Hill coming here to the White House, that was it. It was an email. It was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at the bill had been signed. 美媒认为，拜登没有选择公开签署活动，是因为时间紧迫。事实上，拜登签署相关法案时，距离美财长耶伦警告的美国极有可能发生债务违约的时限只剩下1天，几乎拖到最后才避免违约。而在经历了2党扯皮、推诿、试探、斗争之后，签署各方都不完全满意的协议，确实不值得特别庆祝。
2号晚间，拜登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称赞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抬高债务上限、削减部分开支的法案，宣称该法案体现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合作。If we had fail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budget, there were extreme voices threatening to take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247-year history. Nothing would have been more catastrophic. Our economy would have been thrown into recession. Retirement accounts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would have been decimated. 8 million Americans would have lost their jobs. 尽管是就国内议题发表讲话，但拜登所言依旧充斥着竞选风格。他以更大的篇幅吹嘘其总统任期内的成就，例如通过基础设施法案和芯片产业补助等手段与中国竞争。还表示，他将寻求更多措施减少联邦赤字和控制支出，包括增加对富人的税收。事实上，在白宫发送给美媒的声明中，拜登的意图更为直接。这是拜登首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公开演讲。《华尔街日报》指，拜登以往常常在白宫东厅等场所发表讲话。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称，拜登做出这一选择是因为当前局势极为严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公开演讲是美国总统传统且极为正式的演讲方式，常见于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刻。拜登选择在这个突出美国总统权力和权威的场所讲话，可能是因为他正寻求连任，对抗共和党的竞争者。围绕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人重掌众议院后与拜登政府在重大立法事项上的首次正面交锋。事实上，在解决方案出台前，美国两党一直将这一问题当作相互攻击的武器与政治工具。在福克斯新闻看来，拜登和麦卡锡达成的是典型的华盛顿幕后协议。现在美国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而这项债务协议完全无法应对。And I can tell you this, our nation was careening towards bankruptcy before the debt deal, and it will still be careening towards bankruptcy after this debt deal. 英国路透社4号报道称，这一法案的签署标志着困扰华盛顿数月的危机以低调象征性的方式结束。尽管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但并不预示着债务危机的终结，因为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瑞士世界周刊3号评论称，该法案只是决定暂缓债务上限生效时间至2025年年初，这是一项危险的创新，因为它允许拜登政府在2024年11月大选前随心所欲的借款。除了能够预期的举债，美国此次调整债务上限也为经济埋雷。彭博社报道称，在最后一刻达成的协议避免了美国违约，但随着国会议员在华盛顿发动财政战争，围绕联邦借款的边缘政策可能成为一个季节性的事件。分析师认为，美国财政失衡、两党博弈加深、美国信用体系不牢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2025年大选前后和未来几年再次发生美国债务上限危机的概率仍然较大。据美国彭博社4号报道，在美国债务上限危机期间，美国财政部现金储备已经跌至2015年低点，截至5月30号仅剩373.6亿美元。根据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全球有31位亿万富豪的身家都超过了美国政府手头的现金，其中包括巴菲特和马斯克。因此，在拜登签署法案后，眼下的问题是，美国政府面对逾31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要如何偿还？路透社指出，债务上限僵局暂缓后，美国财政部预计将在短时间内发行大量债券，迅速填补国库空虚，而这将吸走市场上至少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但美国政府以新债换旧债的方式其实并不可持续。数据显示，今年1月，全球至少有16个国家出售了美国国债，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和美元资产的不可靠性。